那么行政院发布命令，要翁博中代理主委。哦，本来大家认为说你最多代理，总统已经发布了，对不对？你最多到那个实施就要停了。行政院说什么时候实施？行政院定之啊。NCC 组织法第16条由行政院定之，行政院现在不实施。总统虽然发布了，但是我不实施，一直要到你们立法院通过 NCC 的人事我才实施。那立法院现在什么时候通过 NCC 不知道啊，所以这个翁博仲可以继续代理，一直到你们通过。你们什么时候不通过，我就继续代理到什么时候啊？所以行政院真的很厉害，字斟句酌。你虽然法律改了，而且那个法律的改跟原来这个包括翁委员提出来的版本我都看过了，立法院有3、4个版本，赖士版版本，翁委员的版本。他根本没有用这个版本，最后就搞一个莫名其妙小改一点而已，小跟原来什么按照政党比例时候，按照公式的时候完全不按照这个，小修一点，就连这么小修一点，行政院都不买单，都要给你干到底哈。所以第一个我就觉得当时立法院提案怎么跟大家当时我看他们的版本都不一样哈，那到底谁决定这样子干的？然后呢，最后呢小修，行政院还在里面挑出来说，我就是不给你这个实施日期。行政院说我是依法办理的，而且呢，这个行政院说很多次我们需要 NCC 运作啊，包括奥运转播啊、打仗都需要 NCC 正常运作啊，所以你们赶快审我们的人事案吧。关台也需要，对，关台也需要 NCC 运作。好吧，这个第16条是怎样呢？第16条是红色最下面那条，我看在哪里？这里啊。第16前面，因为大家只会到前面的法的内容嘛。第16条，本法实施日期由行政院命令定之。你要我命令对不对？不发布命令，给你拖，看你怎样哦。所以我看立法院要改的话，要赶快再修法啊，把这个就是总统公布日实施，或是说总统公布以后10日内实施，反正就是定一个期限，不能由行政院去这个命令定之了哈。那我相信行政院也知道。立法院蓝白一定不服，一定会去修改这个法。但是呢，就是这段时间也爽，我就是要这样做，看你要怎样哈。那黄国昌就说，行政院是走小路钻小门嘛，啊就是啊，就是啊。我看那个叶庆元律师气得要死，发一个文给我说，不过我们基本上对于民进党的无耻程度。基本上也的确是轻忽了，就是你这么想也想不到他会这样干嘛，而且基于两院互相尊重哈。既然立法院提出，我就再提新的人事了，那你们审查，大家协调一下。不，我就是这样干，看你要怎样哦。所以呢，翁委员说无比震惊与愤怒，公开挑衅立法院3读，那到底怎么回事？是这次这个 NCC 组织法的这个修法啊，其实就修一条，那里面的重点规定呢，就是让已经卸任的委员，就任期届满的委员，他就不能够再继续连任，继续延任。那特别是不能够就是在代理主委啊等等。那么可是看起来这行政院根本就不理会立法院所3读通过的这个法案。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这个法案送出到总统府的日期的确是有比较耽搁了，因为我们7月16号最后一天立法院的会期通过非常多的法案，所以按照立法院这个秘书处过去的处理的程序呢，那么我们是当时 NCC 组织法这案子排的比较后面，所以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要赶快送总统府，所以到29号礼拜一才送，但是还不错，总统府其实是31号就法令公布，可是行政院呢，却在7月30号那一天，他就已经函令让这个翁博中副主委去代理主委。所以当天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明明行政院早就知道我们已经修法了，因为已经卸任的委员，他怎么还能够有代表性？然后有正当性，然后他还可以参与这个原来的委员会，然后继续做处分，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那可是看起来行政院就是要硬干。我现在真的觉得赖政府似乎想要走阿扁政府的路线，就是行政院行使抵抗权，只要是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合他们的意，他们就想尽各式各样不同的招数来抵抗。那么从国会改革法案的释宪案看起来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还收到一个公文，也是让我们觉得
很莫名其妙啊，就是明明这个4县机关是4个机关，包含民进党党团、这个总统府、监察院还有行政院，可是呢，现在又多了一个法务部，法务部看起来现在也变成是第5个打手，要一起围殴这个立法院了。那么，所以从这国会改革法案的释宪案的情况，然后再到这次的 NCC 组织法行政院处理的方式，其实都让我们觉得这个行政院根本不尊重立法院，不尊重立法权。那明明就知道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更何况这个法案通过了，它有什么至暗难行的地方吗？是需要让行政院再以命令去另定一个实施日期吗？那话再说回来，就算是真的需要有一个主委，在现在留任的3个委员当中，他行政院也是可以指定现在任期还没有届满的这3个委员其中之一来担任主委，根本也不需要去指定一个已经卸任的副主委来继续担任。那你们会修改这一条吗？我这个之后我们应该要来修这条，就本法施行日期，然后是总统公布后就立即生效。对啊，就不再有什么再改啊，对，一定要再改。因为等到你们开会就可能8、9月什么时候？就9月，对啊，就这1、2个月，行政理事会都还没讨论，不知道会通过什么东西。好，我们看一下。接到那个行政院这边的，那由翁副主委啊，那个来依法来代理。原本被在野认定8月要去职的 NCC 副主委翁博宗败不复活，行政院认定他有资格连任暂代主委，让在野党怒轰行政院，想要利用新法还没有公告实施这样的一个空隙来进行这样的操作，等于是在走小路钻小门。新法删除 NCC 委员连任和延任的万年条款，只是到底何时会上路？以7月30来计算，总统10天内最晚8月8号就要公布法令，3天后8月10号生效新法。政院也反击是立院动作太慢，16号法案修正通过，29号才送咨文到总统府，是按旧法让翁博宗暂代主委一职，维持 NCC 正常运作。根本是漠视立法院最后的法案的决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能够通过的立法，行政院可以不遵守吗？或许这原因让民众党态度也和蓝营一致，对8月临时会态度改变，不想开了。民主进步党没有要求召开临时会的正当性，我们不会随着民主进步党起舞。连带影响的是让考试院以及 NCC 不可能有空窗，会有空转的状况。那我想民进党团不乐见。政院和立院大斗法出招破解，在野党瘫痪 NCC， 就看新人事案双方要耗多久。不然会修法吗？修啊，一定修啊！但你怎么修，你斗不过他的。我跟你讲，民进党啊，知法玩法弄法，法都千万条，要用拢家己瞧啊，你没烦恼啊。你对着赢，你知道吗？那刚刚讲到法务部，法务部真的是，我看他是郑明谦是20几年来最有实权的法务部长，赖清德是所以被抬上了，人家知影动到这里啊。这个 NCC 那也当安呢啦，他说补空窗期，我今晚嘛反对开临时会啊啦，哪有什么空窗？那你们现在搞个代理出来就没有空窗期了嘛？哪有什么空窗期？这个就标准的。给打手对一个荣誉，就是给他代理主委，犒赏他。不足取，代理几天算几天，至少资历上已经有，历史上有来晚会。我是比较不觉得是犒赏，我是以合理的怀疑，民进党在并瞎棒就是你不知道他这段时间还要搞什么事情。因为这个翁博宗，我自己有在过去在立法院质询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嬉皮暖那样的个性。什么一个嬉皮暖料，反正就给他推啊批这样子。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本来大家都一路追着陈耀祥要质询他嘛，那陈耀祥有段时间他躲着不来立法院，
就是都是翁博中带他来。那翁博中的特性就是委员你说的都对，这样子，我们回去会再调查，什么这叫嬉皮暖。回去什么结果都没有。对，就是他什么结果，但是他不像陈耀祥会跟你来，整个就压起来，然后就跟你冲到第一线这样。所以其实有段时间都派翁博中来，就像刚刚委员们讲的，本来7月30号就应该下来的这种委员，为什么让他继续代理？难道现在现任的那几个不能够做代理的工作吗？对不对？那他跟高层的关系，难道只是让他一个犒赏而已吗？我们是民众党是一开始就是希望可以延会来审这一些人事案啊，现在我们是大家一定是反对继续开这个临时会，但是现在行政也不在乎了。对啊，反正我现在加一个人4个人也能开会，随便你们审不审，我对那3个反正也无所谓了。他们其实自己内部修规定啊，3个人也可以开会，不是说非得要4个人。所以我才说那2个要退下来的委员，现在才在讲说应该要怎么样来提供一些建议是因为他们在里面就看过陈耀祥怎么搞。现在翁博中我跟你讲，这1个月我不知道他还要处理什么事情。对，我也觉得，我觉得你说是纯粹犒赏嘛，我不太觉得。我觉得这个事情太诡异了，而且太匪夷所思了。就是说，明明是一个呢任期已经终止了，而且立法院通过不再延任的一个人，你突然间让他延任，而且不但延任之后还让他去代理主委。然后的话呢，本来大家都知道说，法令通常来说，立法院通过之后，总统公布就是实施了嘛。还有说总统公布不实施的，还要等到行政院同意才可以实施的。但是你觉得太奇怪了，我觉得这因为就代表里面藏的可能你不可言说的一些秘密，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一段时间，我本来以为说这个什么10天之后总统公告之后3天之内实施，所以他有13天之内要修胖要干嘛？现在可能还不止13天，可能1个月，可能2个月的时间，他到底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不见得不可能，因为我们刚刚在晚会刚刚特别提到翁博中这个人很诡异，他当年不断的说要让 NCC 的法案尽快通过，就是人事令尽快通过，他那个时候竟然用那种情绪勒索说，如果你不通过的话呢 ，iPhone 16就没有了。这种话 NCC 的副主委讲得出口，你不觉得这很匪夷所思吗？所以听起来，我觉得他几乎是配合上面演出的那样的一种角色就是了。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啦，我觉得赖清德上任之后，包括我们刚刚在讲到这个核四的事情，我真的觉得他里子面子都要。2面讨好，多面讨好，什么事情呢都刀切豆腐2面光，什么东西他都要占尽。你看这个不只是你看对于这个核四的事情。又要去讨好基本教义派，然后呢又要对外说我有在考虑核能哦，你要考虑核能你就现在考虑，没有到2030年你卸任之后才要考虑的。然后再来的话，你真要考虑的话，你看现在那任何的有关于包括这个赵先提到的核子这个设施的这个法相关的修法。民进党有人要提吗？没有人要提啊。那如果你真的真心诚意说我有考虑核四那怎么没看到你在提修法的事情呢？不是吗？而且过去未来这段时间6年之内，你说2030年可能要用核四，那请问未来这6年期间你电够吗？你电价不涨吗？你绿电有吗？你都是在用脏电吗？你不只要用废发电吗？你要用命发电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民进党来说都不重要，对他来说，他只要能兼顾维持政权就好。所以回到 NCC 这个话题，不也是这个样子吗？今天突然之间2个卸任的委员会告诉你说，哇，当初怎么样的说要关中天，现在突然之间讲说，哇，什么正媒集团化是民主危机。到底是谁酿成民主危机？我们所谓的民主危机是一件事情，法治是民主的基础是一件事情。你现在不再是民主危机，连法治都出现危机了。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太可怕，就是说民主随你讲，法治随你玩，这是我们要的政府吗？我现在再回头看这个16条是，我觉得这是刚新立法的时候就有这一条，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呢 ，NCC 是新成立一个单位，它从新闻局要变成 NCC， 所以当法律通过以后，它有一些筹备的准备啊，这些阶段，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好意，立法院就是说，好吧，我不是实施后立刻实施不是这个是，而且由你行政院以命令定，就是说等到你都准备好了，你再发布命令。修个法，他也要以命令实施，就是他已经利用这个刚开始立法的时候，一定是给行政院多一点时间。让 NCC 一个独立机构能够成立，总要一些筹备嘛，总要一些就这段时间嘛。算新法，但那是新法嘛。他现在就用这个然后呢，就一路给你搞这一手。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这样很快。住得安全，活得平安。1人1点力，
爱就大无限。好 ，NCC 两个要这个离职的委员哈，任期到了，林丽云跟王维金都是大学来的啦，哦，那他们突然要走以前呢，这个我们常常讲说，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人之将去，官之将去，其言也真啦，啊，就会讲一些真的话哈。那我们也不以人废言了哈，那就是他讲的话到底他讲些什么？他说呢，新闻台竞争太激烈了。所以现在新闻台的收入是不够的，真的新闻台是很辛苦的啊。全世界没有像台湾这么多，从49台，你看算到58台，哦，还有其他，还有一些新闻台。他说呢，所以要养那业配，没办法哦，要置入，还有政府的标案，政府每年花多少钱，对不对？哪些人得标？那这些人拿了政府的标案，以后只要养政府鼻息啊，要看政府脸色啊，哦。除了意识形态以外，就是收入也很重要啊。哦，那除了正媒共生集团一样，还炒地皮啊。他们还讲啊，为什么？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有个媒体，总是有一些影响力嘛，跟政府机关啊等等啊，这个搞来搞去啊。所以呢，当你去影响，说我要土地，我要变更，都比较方便。所以很多媒体的那个老板，电视新闻台的媒体老板。不是靠媒体在赚钱了，是靠炒地皮赚钱，你知道吗？炒个地皮，利益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啊！我知道上百亿的这个利益啊，哇，那个利益多好，所以他跟政府就维持一定的好的关系哦，甚至跟民进党有些派系也维持一些好的关系哦。好，那么所以呢，这个《中时报》今天写的其实蛮隐晦的啦，哦，正媒3000个，他也不讲名字哦，然后呢，大玩变更土地炼金术。朝中有人好办事哦，但是呢，他说调查局一度也盯上了，但是有什么用呢？最后也转趋低调，也没有真的办啊。你敢得罪这些媒体吗？对不对？甚至这些媒体还能够影响你 NCC 的人事啊，都有可能啊。哦，那所以呢，这个说绿营的媒体大亨介入哦，那要扶正这个翁博中了哈。那我就很好奇，到底是谁？哪些是媒体在炒地皮？哪些媒体在搞这些哦？那无事要去想说，哎呀，两位委员的建议也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目标啊，等等啊。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也说呢，正媒集团化就是你 NCC 恶搞出来的产物啊。哦，那谢龙介说你这马后炮啊，人到走了才讲这些话，在任内的时候说不讲呢，因为只是说恶心啊。当时呢，这个总统府流出来的那个录音带不是讲吗？说这两个委员都是绿的，所以会是种明显的政策哦。那为什么当时你不反对呢？为什么不讲？为什么现在才讲话呢？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他们现在要讲话？很简单，他们会回校去，还要回学校当教授。其实他的同事也会问啊，那你当了8年 NCC 委员，你到底做的是什么呢？学生也会问啊，现在学生有很多意见啊。哎，老师，你当时 NCC 委员，你怎么这样做呢？所以他现在为了洗白，表示说呢 ，NCC 跟我是无关，我跟他切断，他是坏蛋，我不是哦。要临去秋波，替他将来回学校再做准备哦，真的是这样子啊，蓝轩，你是新闻系的这样。是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觉得你真的觉得这两位学者啊，有时候。这我以前是学者哈，我们实在对学者有很大的期待了啊。但是对于学者呢，在未来，在过去这段时间，NCC 很多的主委跟很多委员几乎都是学者。但坦白讲，我觉得依赖这些学者，可能他们对于实务当中未必真的那么了解。那再来的话呢，很多学者就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在遴聘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挑选了若干学者。所以刚才赵先生讲到，事实上是啊，那时候从总统府流出来的文件里面讲到这两个偏绿嘛，然后中间还讲说，所以针对关中天的政策他们会支持，所以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上，如果说这两位学者不是这样的人，我完全超然，我们有任何政治立场，他就出来讲话了，他就可以出来讲这一段叫做正媒集团化，事实上是台湾民主的悲哀。那个时候不讲，那个时候呢，甘为别人的这个棋子，然后真正就做出了关中天的行动。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关中天，大家会觉得啊，那关中天你是有立场吗？不是啊。那然后进电视呢，大家不要忘记。所以我觉得最可悲的地方在于，就是你觉得媒体那么多了，怎么还允许进电视？就是所以这样。所以如果你当初讲到中天应该关的理由，你就不应该再去通过这个进电视。而且那时候还讲进电视不做任何跟政治有关的东西，他现在不是一样做了吗？
所以我的意思说，到底 NCC 在审什么？那这些从学界来的人，他到底替我们的台湾的整个的媒体的生态、整个的媒体的文化，替这些所谓的要为人民喉舌、监督政府的这个生态，他到底尽了什么力？我觉得这份真的是画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讲到翁博中这个事情重要的地方在于说，过去的 NCC 大家满意吗？你觉得最简单，你满意吗？你觉得过去的 NCC 的委员有谁真正尽到了他们该尽的责任？如果没有，凭什么延任？不但是延任，还当代理主委，而且现在还不晓得要代理多久。这中间不是有猫腻吗？龙介兄，正美集团，清德兄你很清楚啊，什么是正美集团？你当时在台南市只要受到委屈，你就跑去接受这一台的专访，对吧？我们不是跟你讲吗？他买了台南市一个学校用地，后来你要准备把它解编了，南极湾出来内容了，对，赚几倍你知道吗？最少以到今天啊，而且第二个因的哦，好，最少赚18倍以上，10倍啊。好，那屏东呢？我说了，你办郑文灿，我鼓励你啊，给你一个赞啊。可是你现在用的人有比郑文灿干净吗？正美集团土地怎么弄的？在屏东有没有？人家要申请许可开发，你搁置它，然后找一个40几台的，也有50台的那个50几台的，找那个集团媒体集团，叫人家卖一半给他。同意的就把你这个要开发的标的卖了一半出去，我才准你开发。你民进党的是叫台科生啊，你唔知啊？要过来啊，来欢迎讲啊！我调证人哦，你看啊。这2个人我是很看不起他的，但是我算勇敢了。你点出这个问题，要表示这不是只有我看到我听到嘛，对不？那有的人来投诉。哦，那当然有权利，你有政权的人才会有贪污上下其手的空间。那赖清德，你一直说你要打击黑金，挑战官商勾结，跟我一样，我不看了你在这啊，所以我要时时刻刻提点你，哪一个案要办，哪一个案不办啊？他们现在搞到最后说拆伙了，啊，我无啊，迄跟我无关系啊，人死也算唔哪跟你无关系，对不对？较早个哦，叫什么海派的，什么用什么会的，对不？你还派到人家里面去当中常委，就等于掌控执政党，然后进入执政党的核心，再来所有的 NCC 监督的这个单位以下，行政院各部会的资源预算，还要编标案给他。那现在再搞一个比较快的，吃的比较快，较大碗的就对了。一摆电影补助几期啊，2亿3亿就做一摆戏啊，退去看你拍什么片拢捌。我嘛做好演呢，你看补助一条，咱就摕来，咱7个人就可以拍一次片了，可以搞个2、3亿啊，吼。啊，高嘉瑜来这最佳女主角，什么已经马不到。唱主题曲啊，对，唱主题曲。高嘉瑜，其实20年前我在当立委助理的时候，那时候就在讨论党政军退出媒体。到现在，其实大家还在讨论这个议题，而且这个议题可能 NCC 委员口中讲出来的，比我们现在所想象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幕。但是刚刚讲，我想不只是民进党蓝绿执政，或者是这些媒体如何被这个政治操控，这个是一直以来台湾的一个乱象。但是如何去改正？说实话，现在的媒体也非常的多，除了大家所看到的电视之外，网络各方面也是，这些是不受 NCC 所掌控的。那在这个网络上，各种的言论其实也是充斥着台湾社会，你也不知道是真或是假，所以很多人说这个认知作战带风向。但是到现在，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讨论这个 NCC 整个这个组成的过程。当初我们希望说能够独立行使职权，到现在的整个 NCC 组织法不断的修正，国民党这次所通过的这个法令第16条这样子的一个瑕疵，我觉得也凸显了我们在立法过程中有很多仓促的地方。这样的瑕疵出现，让我想到说之前的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职权行使法，同样也有没有把新台币写上去，
导致这个罚金有可能变成用银元变成本来是2万到20万，变成最多60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再一再的就凸显说，在现在的修法过程中，是不是为了说为了修法而修法，但是在这立法过程中有很多需要讨论、需要社会共识，或者是需要更字斟句酌的地方，完全都没有注意到，才引发这样的乱象。那至于 NCC 的委员，民进党其实在4月的时候就已经把相关的人事案送到立法院，但是被阻挡了8次，一直都没有办法通过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行政院现在这样子的做法，当然也是希望说赶快能够让 NCC 的人事案顺利的通过，让 NCC 能够顺利运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因为你现在要以立法院现在的结构，你要通过人事，你说要跟在野党协调一下嘛？是，哪有这样硬干？硬干是不会过的嘛？那你这样做，你逼着立法院只好修法嘛，修16条嘛。NCC 委员已经变成NCC 的问题变成结构性的问题，所以这2个委员的话是不是来得太迟又太含蓄啊？那另外呢，媒体也说 NCC 敢在赖清德脖子上挂铃铛吗？休息一下回来。好，香龙怎么看？没有，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它都已经没有规矩，而没有规矩也不会受到惩罚，舆论也很冷淡，它基本上就是媒体环境所造成的。那不管我们刚刚讲的，你看卓荣泰的讲话，日经新闻是白痴吗？不知道台湾的政客或者民进党讲话就那个调子吗？我可以教一些外媒，因为他们经常会喜欢访问官员之后呢，然后呢就在那些文字当中呢做刻意放大，符合自己想象需要的解读。当民进党说不排除什么的时候，他就是排除。当民进党说可以讨论的时候，就是仅止于讨论。当民进党说我们要设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就是不用讨论。你真的可以开一个外媒训练所。我跟你讲，他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些外媒总是煞有其事，以为他说可以讨论呢。他说不排除，我看他就是不会。卓荣泰只是可以呢，沿着一张脸去对着外媒鬼扯，对日经新闻怎么样呢？对了，日经新闻对台湾的报道很多，在写台湾报道是哪些人，基本上就是你民进党同一挂的。同样的，今天大家在讨论 NCC 的时候 ，NCC 其实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今天还要不要讨论？有关于就是说呢，卫星电视的资源是不是还要去认真的思考它的稀有性跟有限性，还要不要给 NCC 审造权？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啊！今天的卫星电视、低轨卫星都已经满天飞了，卫星的资源将来是很丰沛的，它基本上面呢已经不再具备稀有性了，顶多只是我们在局限为维护 cable 业者的利益。是 cable 是那些呢有线电视业者力，而不是呢这些所谓的有线电视的有限性，没有这回事。你给 NCC 莫名其妙太大的权利，而这种的权利呢可以去钳制呢特定的资本跟特定的媒体。那2位委员，我不知道，当你最后一天，你好像呢的人之将走，其言也善，你戴口罩干嘛呢？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嘛。我也不知道，就最后一天了。当官当到最后一天呢，出来讲肺腑之言的时候是见不得人吗？需要戴口罩吗？堂而皇之，你说有疫情吗？我们在这边有哪个人戴的？我们天天不都在喷口水吗？你有看到我戴口罩吗？你在路上看到我唐湘龙要吐口水，你知道那个是唐湘龙吗？可这2个委员在路上我不认识啊。就是委员们如果真的要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请问你当初2020年中天审造的时候，为什么7-0呢？那你们那时候在投票的时候是怎么想这件事的？你不知道把中天呢从52台拉下来是很爽的事情，塞一个呢没有收视率的华视在那地方待价而沽，把整个的所有的新闻频道从头排到尾就全都是绿的，讲话呢用含糊其辞的方式，正媒一体化，正媒集团，谁不知道？可是你讲的是呢，各打50大板吗？你是说蓝的、绿的、白的正媒都在集团化吗？你会不会太客气、太谦虚了一点？人都到死了都还不敢讲真话，我们还要假装的去捧他一下。他们呢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好像呢有了一点点的良知，开始呢讲一点点符合呢实际理解需要的话，那叫符合实际理解嘛？他还是在讲空话。
何况他基本上面过去几年基本上面就是刽子手，是助纣为虐而已。我们看到刚刚在讲到就是说呢，这种的正媒集团化，谁不知道呢？谢龙介刚话讲一半了。讲到呢，中国时报呢，今天用含沙射影的方式，正媒集团炒地皮，然后呢牟利如何，然后呢含沙射影的炒地皮，然后呢土地变更，你在讲什么？你讲的不就是当初赖清德还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有没有把一个学校做地目变更之后，要图利海派的林坤海？有没有？你说讲得清楚一点就好了嘛？干嘛还需要《中国时报》写这种新闻，还需要含沙？我觉得《中国时报》也可耻。我过去是《中国时报》出来的，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当初原来我和陈凤馨我们在中视做节目，为什么突然间就不做了？就为这件事。当我们在谈这件事的时候呢，中国时报的上层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谈。为什么不可以谈？我说这新闻上面都有啊，调查局也确实呢，曾经一直在调查这些案子，这些呢都是公开资料。而在当时这个地目变更确实是台南市话题性很高的，那是赖清德事情，又牵涉到林坤海，为什么不可以谈？就是不让我们谈。然后你谈了我照剪，因为我们是用录的，之后第二天我就不去了。到现在为止，我说如果你当时都不让我们谈，今天你在写些什么东西呢？你的写的都还没有比我今天讲的清楚，跟那两个 NCC 委员有啥不一样？那两个 NCC 委员呢？如果呢，就是呢犹抱琵琶半遮面。你今天《中国时报》作为自认为所谓的职报，写新闻写到那个样子，有谁看得懂？写大家看得懂的东西，讲大家听得懂的话，为自己的权益呢，或者为今天大家真的在乎的新闻媒体的标准，这些的传播学者，今天你好意思回学校去吗？我告诉我作为一个新闻人，我再也不相信这些传播学者，我再也不相信新闻学给我的任何的训练，因为你们都很虚伪。那委员是这两位委员在离开NCC 的这个最后一天，然后发表了这样公开信，然后直指这个政媒之间复杂的关系，然后也点出了很多 NCC 未解决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8年来，我们到底看到 NCC 做了些什么？事实上，该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反而又还增加了几个，就大家这个难以想象他们作为 NCC 的委员怎么敢做的事情，包含关掉了中天新闻台，然后又这个通过了这个镜新闻的这个设置，还有一些其他的案子，那甚至就是说是在评鉴换照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去刁难很多的广播电视台还有电视台啊。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民众还能够相信 NCC 吗？那这些都是这一批委员在他们当委员会的这委员这4年来他们所留下来的问题，但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而且真的其实还这个助纣为虐哈。譬如这个以这个关掉中天新闻台，他们当时不晓得想法是不是可以杀鸡儆猴，可是没想到呢，这个猴子也没应该是说杀猴警鸡。结果把中天给做掉了之后，那其他的电视台有被受到他们有警示到这件事情吗？其实没有啊，反而这些鸡都变猴了。所以现在整个的媒体看起来就完全就是同一个颜色，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目的搞的就是这样子啊。是，那但是呢，这个真的对有线电视来讲是好的吗？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线电视近年来的它的订户数大幅的锐减，从过去大概都还有7%，然后这8年来已经跌到差不多不到5%了，就上半对，是1年少20万。其实这对于整个有线电视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很多的家庭户现在家里都不订有线电视了，然后整个移转到去看网络电视，所以其实 NCC 这些年真的表现得非常差。然后这个以刚刚讲的翁博宗，他就是担任副主委，然后又当委员，里面做了6年，已经把 NCC 把有线电视的产业，然后搞成这样的情况，他还有脸做得下去吗？这实在是让我觉得说，这种人为什么他不知所进退？对，来王慧，我其实是觉得大家
刚刚这个赵哥说这2位委员，因为可能是学者，因为这2位委员我都见过，因为在这个党团里面，那时候 NCC 委员要审查的时候，他们都有来报告嘛。那确实是学者性格话也不是不多，因为刚进去之前呢，都还算是非常的腼腆哦。我觉得他们真的误认了哈，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即将要回到学校里面去呢，在要离开的时候呢，来讲一下大白话，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其实民进党在现在的校园的这个一些聘任上面，老实说有一定的实力跟掌握度啦哈，所以这位2位委员在最后的这个动作呢，可你觉得你把该说的说出来。那刚刚前面讨论，我就来讲一下，在审查相关的案件，尤其是进电视的时候，大家还有印象吗？他们当时要审这个进电视的这个审查案的时候，其实是依照立法院的这个结论，他是不能够继续审下去的。但是呢，陈耀祥他就是执意要继续审下去。那当时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偷偷摸摸的，包含就是他要开会的这个公告，就是默默的在快要下班的时间丢到他们 NCC 的网站上去。然后我们有委员发现之后，我把它爆出来之后呢，国民党委员隔天呢就整个又冲去 NCC， 大家还记得那一次的画面？我要讲哦，当时这些委员都在里面。如果你现在要自清说，你当时其实就觉得非常不应该，在众多的压力之下，你不敢出来说话，你最好的证明就是你没有参加会议。有一些委员，我有发现哦，在 NCC 的几位委员里面，他对于他真的无法忍耐的那个会议哦，他是不会去参加的，所以你会看到他的会议出席是缺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NCC 就像刚刚这个翁委员讲，其实民调也写得很清楚了嘛，反正大家不相信啊、不信任啊的这个比例已经高达快70%哦，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他把这个继续让翁博中代理这件事情，反正他就没在怕，双手一摊这样子。但是他坐在那位置上哈，我觉得他是尽量还是能够护卫哈民进党的这个相关的单位的高层的意见哈，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我就说刚刚提到了，说为什么现在看订有线电视的越来越少了？是不好看嘛？本来有线电视你好好整顿还是可以好看的，你看现在有线电视一个搞200多台，除了我看能够看的不到30台嘛，其他都不知道搞什么鬼。什么牛鬼蛇神什么都能够去搞 cable 哦，有的是付钱就可以上哦。然后呢，那电影台那个片子不知道是搞了几年了，还在那播重播过来、重播过去、重播过来、重播过去，就搞这些东西，对不对？你真的如果把有线电视好好整顿起来，哦，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看的，不是不可以看的，对不对？那就算是这个网络起来的，还是可以看的。但你自己本身。这 cable 的这个业者自己也把自己搞成这样子嘛，然后在那边就地分赃，对，每个月就分那些钱，然后 NCC 也不管，还保护这些这个既得利益者，就会变成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因为金华城案。柯文哲好像有说哈，要不图利怎样啊？但他现在说媒体断章取义，而且你们几个月查到了什么？不是要查我吗？查了什么？哦，那另外呢，陈佩琪说，我们哪有图利啊？对不对？柯文哲下台前编给台之光4.6亿，蒋万安编了5.5亿，哎，比我们还多了9000万呢。所以图利到底谁图利啊？哦。蒋万安说啊，他真的有这样讲。我希望很多人需要一点时间去理解一下他在讲些什么。那另外呢，这个陈佩琪说他不担心柯文哲违法图利，说因为台湾新文字狱的手法还真是高明哦。那另外呢，陈佩琪说你们都是每天说要把柯文哲关起来，我要考虑加入民众党了，我要提升党员的平均年龄哦。那是。因为陈佩琪说他要退休的了啊，他说我加入民众党是公开帮候选人站台，其实他不加入民众党也可以帮候选人站台了哈。那陈佩琪有意入党，蔡壁如说我支持他哦，只要有人愿意为台湾民众党而战，出来选举我都举双奖双手赞成，除了助选，搞不好他还要参选呢。我们看一下，金华城如果你要办的话，你先问你第一个题目。你们告诉我哪个地方不合法？
他说图利，我说对了，图利哪个地方不合法？他真的这样讲？对，他说金华城，他就说有啦，有图利，但哪里不违法？哪里有违法？是这样讲吗？哦，那我了解一下。主张调查此案的蒋市长不敢置信，柯文哲脱口而出的是气话还是失言？讲话要看前文啊，前后文嘛哈，你不要就断章取义，只讲一段，把所有的东西上网公开，哦。包括会议记录了、调查报告，那你哪个地方有问题，你就把它条列，我就逐一回答，就这样。他每天影射的含沙射影，搞了几个月了，查到什么东西？而金华城案市议会调查小组8月20日将邀彭振声再度说明。他知道什么就讲什么，就诚实讲就好嘛。来，王慧。我觉得就是他自己有说明嘛，因为他就是去上了一个网络直播的节目，然后就讲到那个刚刚讲的，他把那个图利呀，然后把那个就是他这个没有犯法，这个讲成一个浓缩版啊。那他前后其实有解释，就是他觉得公委都是依法行政嘛，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委员会在做讨论这样子。那我其实比较想讲的是那个佩琦姐啦，因为我要讲这个佩琦姐跟。最近因为佩琦姐有跟主席到宜兰来哈，我有非常近身的跟他们两个在一起2天的时间，因为以前跟他们在一起都是分开，就是个别这样。这次看到他们一起，我发现佩琦姐真的非常维护主席哈，就是时时刻刻非常照顾这个主席哈，所以我想他对于最近这个动不动就有人说要把主席有可能会被抓去关这个事情，他当然非常在意了哈。知道他好像是昨天又发了一个脸书，可是对于他发脸书这件事情，通常柯文哲都是说他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自己想要去发言的部分。我观察也是这样，他跟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有时候他就是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发表，柯文哲也不会特别去打断他，就是让他讲完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这个有关这个金华城相关的事情，包含像鸿安的事情，也正在这个进行当中啦。我相信我上次有说，我觉得主席确实心情是蛮乱的。那碧如姐上次也讲过嘛，因为我们其实有澄清过，我们并没有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其实没有讨论副主席这件事情啦。哈，但是你说大家可能会因为有担心，确实有一些党代表可能会有自己有一些讨论，所以可能有一些声音会跑出来这样子。那佩姐她不管有没有入党，他其实一直以来对于这个主席的相关的行程啊，跟党的相关的一些，像我们这一些民众党人，其实他都蛮照顾啊，也都蛮关心我们的这个在地方服务的相关的一个事情啊。夏宇，我觉得柯文哲当初上任就是讲5大弊案，财团拿刀叉吃人肉，大家都到现在记忆犹新。结果他现在说图利金华城、图利财团哪里不对哦，哪里违法，类似这样的说法，那不就是打脸当初的自己吗？你图利的金华城是图利它200亿的市值，而这200亿你可以不要图利它，因为金华城它原本的容积率工业区就是392，你让它到560，甚至拿到用都更这样一个不合法令的一个条文到840，这就是整个过程中大家觉得最不合理的地方。就算你透过都委会去让整个过程好像看起来是都委会去决定的，可是市长当初的市长室的公文转发等等的这些过程，让外界认为说整个都委会的委员在会议里面不断的提及说这样子的一个容积率是有问题、有质疑的时候，最后彭振声主席就拍板定案。那整个过程，当然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给财团这么高的利益、这么高的容积率？这样的图利是为台北市民，还是为金华城？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嘛。今天不是在于说，你图利有什么不对，而是说为什么要图利金华城？这个才是柯文哲自己要去面对的问题。议会现在专案小组也要调彭振声去问了，来向龙。我觉得这种事情关心则乱了，虽然这是民众党的家务事啊，可就是因为是家务事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家务跟党务啊，最后会分不太清楚。就是陈佩琦固然我觉得柯文哲本身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不管他讲话怎么讲，你或许觉得他这个时候失言，这时候讲 over 了，可是其实基本上面他讲话，你认真想，他有他的逻辑，那个逻辑，你喜不喜欢是一回事情，我觉得总还是可以呢，成一家之言。但是陈佩琦在旁边关心是一回事，可当你真的入党了之后，真的觉得对民众党不会是好事情。
就是家务跟党务啊，经常会搅和在一起，会让党员呢在面对到一对夫妻在主管这个政党的时候，你底下人会不知道怎么讲话的，不是好事。是我想这个陈佩琪应该是护肤心切吧？对，这过去其实只要柯文哲有的时候说了一些什么话，他也会出来救援。那么这个民众党现在确实就是看起来也台面上面，但除了黄国昌之外啊，那么就没有其他更有声量的委员，所以这个时候陈佩琪要跳下来说要加入。民众党，我觉得其实是有道理的。那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柯文哲的妹妹，叫柯美兰，然后也出来这个单选，对，也出来选举。其实我觉得会不会民众党未来变成一个家族党，这也可能有待观察。那我们在这里还在这里。是。对，我是觉得虽然柯文哲讲话是真的有魅力哦，但我觉得他最近这件事情讲话有点颠三倒四的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他自己未必有。